你虽然不是什么官，但我们现在住在两江总督的驿站，这些都是真。我不识几个字，但我毕竟活了这把岁数，总算是懂得了一点点的道理。你看看戏台上那些小妖精、小兵，翻跟头、竖蜻蜓，耍得热闹。可你再看看台上的皇帝、宰相、大将，哪一个翻跟头、竖蜻蜓的？这里边就是一个道理。你穿什么衣服，是什么身份，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连这点都拎不清，你莫不是不要脑袋了？是，娘教诲的是。我知道，你不是糊涂蛋，不会刚刚进了南京，你就喝酒嫖院。我不相信，玉儿也不相信。那些总督们要你干什么？他们相中你的是什么？无非是你没靠山，有才华，拿你当刀把子使。可他们是真正的高官，就算你帮他们把南京搞得繁华富丽，只要有一个人说一句，他们作为高官，竟然喝酒嫖院，皇帝要是怪罪下来，他们要借一个脑袋去应付公事，你觉得他们借谁的脑袋更合适？那他们也太卑鄙了。侯爷，我就一句话，你娘的见识比你强多了。昨儿一宿我跟四爷就没睡觉，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替你想脱身之计。我知道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把我们搭进去了，害得你娘忧心忡忡，这不都是你的罪过吗？是儿子考虑不周了，娘教诲的是。你这个人吧，又是事事往前冲，只进不退的性子，你把自己害了，到时候也把玉儿搭进去了，那我怎么舍得？还是娘您想的深远。你呀，也不必过谦。这等妙计呀，天底下很少有人想得出来。不过这些事情啊，放在商道里可以，要放在官场上，那可太危险了。你呀，太过出头。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到时候杀头，流放抄家，那个日子真的来了，你后悔莫及。你们莫要再吓唬他了。去忙吧，砍头、流放、抄家，我都陪着你。你们若是管他寸步难行，他天天在家里看着我绣花，我更受不了。他现在知道了就好了。这是4大横的银票，没有标记，1万两一张，随处可取现银，一共20万两，请大人赏受。贤侄啊，这笔钱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这些钱不算什么，如果能解老师叔的燃眉之急，侄儿这心里就宽慰许多，侄儿的事儿自然也就好办。今收到义商李钦捐赠银20万两，这是两江总督府的收条，这上边有我的大印。将来我奏明圣上，定有恩赏。重建南京城，凡是捐款的义商，我们都要勒实名碑，立在两江总督府的门口，这可是天大的功德呀！老师叔，我爹吩咐了，这钱不必打收条。哎，不可不可，这是南京城的钱。老师叔真是朝野闻名的理学大家，清廉如水，高风亮节，侄儿佩服。清廉如水，高风亮节。
未见得吧？你说这话可不能口不对着心呐。侄儿说这些话呀，并非拍马屁，望老世叔明鉴。前几日听说世叔跟着我那位姓古的兄弟，到秦淮河上去吃酒。世叔一生理学，能自污面目，想必朝廷应该能懂得世叔的苦心。哎呀，想不到李百万竟然有这么个好儿子，太让本督嫉妒了。哈哈，果然不是俗物啊！我这点小心思，你看的倒是挺清楚。不敢不敢，世叔是半个圣人。到死也得夹着尾巴修行啊！你以为圣人那么好当啊？侄儿知道，侄儿这尾巴夹得紧着呢，就是侄儿的这个事儿。南京城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啊，军队遣散不了，这当兵的就有怨言，军纪就不好，万一哪天闹出点事儿，那可就糟了，多年的修行毁于一旦呐。是说，县下就有现成的办法。您看，这是我爹平常在做生意的时候，别人抵押给他或者卖给他的盐田的地契和盐铺的经营权。县下太平，怎么个章程？世叔您吩咐，我一定照办。此事办成了，世叔那点饷银，自然是小意思。哎呀，李百万这些生意，他做得过来吗？啊，他也不嫌累。我爹的生意做大呀，帮世叔办事儿，那腰杆子才更硬。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远不及世叔霸气。哼，大人。大人啊，早晨起来干嘛去了？啊，刚去送了挽联，在大姑的灵前哭了几声。你又不认识他，你怎么哭得出来呀？那大人挽联都写了，我哭2声，全当是赠送了。况且，这也是我心有所感呐。所感什么呀？哎，这个大姑论年龄，当你娘都够了。大人这么好，把功劳全推给了我。昨日半数堂子的姑娘全涌到我家里去了，给我老娘气的，让全家人都别搭理我。我媳妇儿直接把我赶到厅堂里睡了一宿。你说我为国操劳也就算了，最后换来这么一个结局，我一想，我心里这个委屈啊，我……你整我，我还不得整整你呀？行了，一会儿我写封书信说清楚，你这是办公事，给你老娘啊，别因为我受了委屈啊。但是我老娘也说了，真要是为了江南百姓好，倒也无妨。只要大人能保我全家平安，学生我愿意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哦，这个自然。孔夫子说：“焉知来者不如今呐！”啊，哎，李钦送来了20万两银子，我想拨10万两银子给金陵印书社，盯着把4库全书好好印出来，剩下的10万两嘛，留3、5万。整修秦淮河，拓宽河道，清淤，整修房屋，再剩下的钱嘛，修修贡务院，修修道路。哎，你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这个意思吧？哎，大人英明，这金陵印书社我一定给他定好。我打算这事儿吧。还慢来，你小子别想躲清闲。这怎么是躲清闲呢？教刊书目对比版本，多重要的一件事儿啊！这事儿用不着你去做。闲着的读书人有的是，你不用管啊！我问你，你懂不懂盐政？完全不懂。不懂可以学嘛。你来之前我就听说了，你茶叶卖得很好啊，是此道中的高手。了解盐政有什么难的？啊，这个李百万借着军费报销的事情，想让我支持他，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竟然把江南大大小小的这个盐铺盐田都拢到他自己手里了，逼着我认账，这样不等于把国家的税赋全都交到他一个人手里了吗？危哉呀！不过这个李百万吧，确实有眼光，厉害，好厉害。怎么，怕了？哼，国家一直用盐引当做专卖权，发给这些卖盐的生意人，啊，每年让他们交钱。这在过去呢是个好法子啊，可是承平日久，这帮盐商贪婪至极呀，对上应付朝廷，对下随意涨价。打过仗的几个省，盐价比米价还贵。要我说呀，就不能把这些东西交给他。天下人的钱，天下人挣，国家不能养出个怪物来，见什么吃什么。啊？大人，要是凭资本、凭能力，我真的是远不如那个李百万。承蒙您抬爱，但是这件事儿，我真的做不来。临阵脱逃，按律当斩。哎，我知道你们是旧相识，这个事儿你要给我办好喽，我给你个功名啊。哎，要是办不好，军法伺候。诸位少礼，咱们一样一样的说啊。现在呢，有10几个国家的洋人行公文到两江，一来呢是要求恢复他们的教堂，二来呢是要在这儿做买卖。自打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各国都要求平等经商，这是国家1000年未有的大变呐。究竟该怎么做，也没人知道。哎，你们哪位做洋务有经验的，可以去谈一谈啊。大人，我愿意一试。哦，李公子，啊，你们家做过洋人的生意，哎，可是古先生也做过，不如你们俩一起把这事情接了，也好有个照应啊。啊，是，啊，大的原则就是平等相待，不卑不亢。请大人指教。对洋人不可用天朝上国的那个腔调，妄自尊大。他们的那铁甲舰和火炮可不是摆设，哎，也不用一味的怕他们，合理的事情，该办就得办。至于做生意嘛，在两江地面上做生意，你们去做，就一句话，只许赢，不许输，给洋人立个规矩。不能让他们胡来。李乾，你是朝廷的候补道，传官音去。是。第二个是嘛，朝廷下了旨意，要恢复盐铁专卖。国家税赋大部分来自于盐政，所以得赶紧统算一下江南一地，这盐田有无地契。所有人是否还活着？有多少家盐铺？现在江南7省盐比米还贵，这是绝对不行的啊！除了他们2位，剩下的人赶紧下去分工，把各省各县的情况摸一下，别耽误了朝廷的差事。你现在住的那客栈里头呀，墙都是透明，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你知道吗？现在这老家伙要玩斗鸡，让咱俩先弄个你死我活，等咱俩都没劲儿，他更不可能把盐田吐出来。你有店铺，有地契，都是你真金白银买的，你怕什么？
朝廷要跟我讲道理，我当然不怕呀。那问题是他不讲道理，那手里这东西跟一坨废纸有什么区别？看这个地方，实在太凶险了，你真的别往这里扎。你倒我愿意，他把我全家都弄来了，现在不进这个斗鸡场都不行。咱们得想个招，不能让那个老家伙把咱们给玩了。但愿你说的是真的吧？你看，这老东西够厉害的吧？咱们还没有进斗鸡笼呢，已经开始互生疑心了。对啊。According to the Nanjing Treaty， 根据《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的内容，我们认为在商业开放的格局下面，各国待遇应当平等。我们目前在商业问题上没有办法进一步深入，这对双方而言都是损失。尊使大人指的深入是哪个方面 What do you mean by going further? Okay, going further, but it means we have capability. 像蚕丝、纺织生意、茶叶生意、药材生意，我们有资格也应当被允许来到中国做独立投资。我们来做我们的纺织厂、银行和药铺。Is that right? 独立投资，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权限。此事可能需要你们到京师的总理衙门去，两江地面上目前没有人敢做主。我们有自己的纺织厂，就像江南，有很多缫丝厂。They have textile factories, and there are many furniture factories in Jiangnan as well. Okay, let me show you something, all right? Bring it up. Let me introduce it today. This is my honor. 在这里啊，有幸向各位介绍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珍妮纺织机。它是英国兰开郡詹姆斯·哈格里维斯以他女儿命名的，它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开端。And this machine can have 它可以同时纺织80个纱锭，后来历经改造，现在以蒸汽为动力。Well, we have this kind of 300 machines, 300 factories working in Cape Town. 现在在开普敦有300家纺织工厂。 It's a monster. 它并不是一台机 All 器， the silk you have 这是一只怪兽 is not 相信 enough 我 to feed it. 整个中国的 The 蚕丝 quality is super 都没有 fine 办法去喂饱它。 and the cost is very effective. 由它纺织出来的布料高密度、廉价、优美。那是不是等这只怪兽进来，我们江南7省的丝工都不用吃饭了？ Okay.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it. We need a lot of workers. And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他说他们可以过来当工人。我们还有药业、印刷业、制造业、冶金业，我们需要大量的工人。欺人太甚！你们这是商业谈判吗？自己说叫商业平等、贸易自由，这算什么？把中国的厂子都搞垮，把中国人都买去做苦力吗？跟他们生气没用的。总督府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才把皮球踢给我们，我们就这么回去了。他们能有办法吗？ Okay. And what's your final word after this negotiation? 还是请你们给一个最终的答复，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谈判了。我可以马上给他答复，但是我要确认一点：所谓机会均等，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商人到贵国去做生意也是完全被允许的呢？ We have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Does that mean they also can do the business in your country as well? You are welcome in London and Washington, the African colonies. 他说欢迎你们去伦敦、华盛顿，包括他们所有在非洲的殖民地，机会是均等的。上帝永远会把钱给最贪婪的人。让他们少来这一套。这个不用翻译。我还想明确一点，
他们想要经营的这些行业，若是在国内，已经没有商机了呢。For the industry you want to operate here. You are officials, you are not a business people then. 他说你们是官员，不是商人。你告诉他，在他面前的这2个人不是什么官员，是如假包换的大清商人。他们想要的丝绸业、药业、茶叶，在我们国内都已经没有再投资的空间了。就算江南可以网开一面，最终他们还是会无功而返。你们先走，来。给他们气得心口疼，你知道吗？他们这叫谈判吗？啊，这不就是例行通知我们吗？就好像有一个强盗跟我们说，可不可以拿点钱花，不就这么个道理吗？想不想给想打死他？哎，走走，回上，你搀着我。道光22年，废了13行，国门大开，8方争利，洋商身后就是炮舰，虎狼一般要分食我大清。这洋人的厂子要是一开，江南7省的这些职工可就都完蛋了，哼，都得上洋人的那个工厂里头去给人家当奴隶呀！哎，我们人口这么多，哪能都甘心给人家当奴隶呢？您之前看过这些照片吗？哎，我看没看过有什么用啊？这些话要是跟京城那些大人们说，他肯定得说你们只重视奇技淫巧，再说多了，帽子就没了。两江是两江，朝廷是朝廷。这么多年来，一点改变都没有。你说对了，朝廷这些大人们那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你看看江南这些总督们，有谁说这个呀？都是讲理学是最安全的。我是商人啊，最快的办法，我花钱把机器买回来，搬厂，大不了我多花些钱请洋人的技师啊来教胆。哎，你这话别在我屋里说啊！还是得学人家的方法。要是有一天洋人不卖机器给我们了，那时候怎么办？越说越不像话了。这要是传到京城去，哎，那比我逛秦淮河还麻烦。报，急报，有灾情！快点，南通县令到了没有啊？啊，有多少灾民呢？还闹事了没有啊？胡大人，重登兄，拜你吓死我了！我以为进来个洋鬼子呢。我在印度找一个英国裁缝搞了这么一身，确实只敢穿着玩。刚才在外面，把路上人都吓坏了。你是刚从印度回来啊？啊，来进来，快进屋跟我说说你的见闻，我洗耳恭听。什么？你也要出去跟他们做生意？一言难尽。总之，现在的局势危在旦夕啊。老爷，京城4大亨的东家到了。4大亨，这是破天的字号啊！怎么着，老哥几个组团来的，事先也不说一声啊？来，请坐，请坐。李东家，拜您所赐，咱们4大亨离关门不远了。到时候我们4个闲人还要求您赏碗饭吃。昨天江南丝绸行来了一笔钱，就先存在那里不动了。干嘛不动啊？您不是最喜欢拿出去换英镑吗？直接存到祥和好了。我攒够了再存。哎，三哥，哎，来，你坐。您把现银都掉光了，这4大亨垮了，还有谁敢跟你做生意？
你们红头胀脸的就为了调钱的事儿，啊？来，你先坐，先坐。各位，过去天下的权力在朝廷，那时候真的是躺着就把生意做了。可是这么多年仗打下来，你们以为权力还在朝廷吗？你们要是这么想，3年之内，所有人都得卷铺盖卷走人。我到那边一看，我们已经给洋人抄了后路了。哼，洋人，哎，洋人在那大吉岭种了几10万亩的绿茶，树种是从我们这儿偷走的，我胆都惊碎了。哎，他们那儿啊，也不讲究什么名钱，不讲究什么炒制，就把茶青晒干了，烘一下就行了。那还好啊。好什么好啊？你知不知道，洋人用热牛奶冲茶，还得加上糖，加上玫瑰花，喝得我一嘴酸溜溜的，不知道什么滋味。可是，人家印度茶廉价呀，大量的销售，洋人更买他们的账。但是依我看啊，还是得另想办法。这战争刚结束，洋人想把茶叶、丝绸、药品的生意都给占了。两江的官府啊，让我们在两江地面上和洋人打一场商战，说只许胜，不许败。什么叫只许胜，不许败？洋人现在在做的就是大量的收购，大量的压价。你知道吗？我今天在两江总督府翻账目册，他们洋人的代理把两湖两广、浙东浙西的残节收了7、8成。知道7、8成是什么概念吗？这么多，他们玩的这么大，就是想要自己定价。要是将来茶叶、丝绸、药品都由他们洋人定价，那和大将军丢城弃池又有什么分别？所以我说危在旦夕，危在旦夕啊！这不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你的意思是，朝廷危在旦夕？是整个国家危在旦夕。我不爱这个朝廷，但是我爱这个国家。每当我看到洋人那些杀之气、蒸汽机，我都会心惊肉跳。他们洋人的一台杀之机抵上我们80个职工，效率是我们的10多倍。以蒸汽机为动力，可以全年无休、昼夜不停地开工。你也知道，洋人想要在中国开厂，成本是何其的廉价。将来我们的工人，要不然就在洋人的厂子里一辈子为奴，要不然就会爆发出一场更大的祸患。这还只是纺织一项，其余的林林总总，我真的不敢多想。朱兄弟，你真是没有白在官场上混，一开口就是忧国忧民，让我惭愧了。之前在安徽种茶的时候，还跟茶商会的当家人窝里斗，那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很聪明。去到江宁，不出10日我就自惭形秽。法国人、英国人、葡萄牙人，他们举全国之力来和我们做生意，用的是最先进的技术、最精良的武器、最强硬的态度。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想把大清给吃空了。我们呢，还浑浑噩噩的不把人家当回事，天天我大清我大清，在那里目空一切。没有以后了，没有票号了，也没有李百万，大家还看不出来吗？人家现在是拿枪拿炮逼着你做生意啊，要么输要么赢，哪还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讲呢？江南一地现在元气还没恢复，洋人也多，将来是否能生存下来，就看在南方能否立住脚。我把2淮的盐业全部拿下，接下来就是把茶叶、丝绸、药材的专营专卖吃下来。到时候，4大行还得给我支持啊！
你们多投一点，将来就多分一点利。你们在家数钱不好吗？嗯？李东家，两淮的盐场，你拿下多少家了？142家。我一边悄悄的拿，一边还得防着两江的督府拆我的台。将来需要资金的调动，老哥几个还得继续支持。司大恒支持可以，不过以盐场的利润，司大恒将来至少要占到30%。大家都是无利不起早，我看这个事情可以。好啊。李兄，咱们只是商人，没有办法替朝廷做任何决定。但我想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联起手来救市，延缓洋人进我们大清的速度。至于其他事情，那就得交给更有能力的人去做。好，太好了，你决定动，咱们一起。哎，伯兄，我怎么觉得在你家里浑身不舒服啊？怎么觉得自己跟猴子似的？你们这是做什么呀？想看的话，进来大大方方的看。我们李兄这是刚从印度卖茶叶回来，是不是看着不习惯啊？我觉得很英俊啊。行，看吧。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稀罕啊？还有这么穿衣服的，我像一只长腿的鸡。是洋人的膝盖不会打弯，用棒子一吹就倒地上了。谁告诉你的，老爷子？你为什么头上顶一个痰盂呢？哎呀，好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啊！散了。我也想来一下。散了，我也想要一下。娘，你怎么也来了？哟，老太太，您来了，你有什么吩咐？他们都扎在门口啊，我没看见。我没事儿，你们聊。这些年南边打仗，反贼常取海棠条石修成筑垒，致使多处海棠受损严重，加之国库空虚，致使海棠年久失修。昨天报南通的海棠崩塌，受灾无数，正在统算灾民的数目以及赈灾所需要的银两和粮食。现在指望朝廷是指望不上了，我们得想办法。大人，李家愿为大人分忧。来的时候我爹吩咐了，要处处为大人效劳。您有此意，我此刻就回京师，筹一笔钱来把这海棠修了，如何？其心可嘉呀！啊，哎，但是有一样，我这个人不做糊涂生意。修了海棠，你要什么呢？我给您呈过一次那单子。江南140几处的盐场。如果您能帮我把此事办妥帖了，日后用起钱来也更方便。哎呀，你看看啊，这话说的可有点直白呀！啊，哎，你们李家自己购买的盐田盐铺，何须我两江总督府出面呢？我们手头是有一批能找到原主人接收，但是有一些甚至已经被当地的恶霸给霸占了，还有一批。我们手里头光有地契，能接收的人全都已经死了。我爹说，这次两江总督府若是能助李家一臂之力，日后定当全力以赴为总督大人效劳。哎，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这可不像你呀！啊，大人，我盐业我一窍不通。盐业本是朝廷专卖，如果把这权力都放在商人的手里，势必内轻外重，对朝廷也不好。哎，我看要不这样吧，不如
你们2个人都去修海棠，分成东西各修一段。到时候评选优劣，修好之后，我替你们去请功，顺便奏报盐田之事。若是李公子你赢了呢，那两江总督府责无旁贷，一定出面替你平息此事。大人，我不明白这修海棠跟盐场到底有什么关系？贤侄啊，你是不知道我这压力有多大呀！所有人都以为我在这个地方赚了多少钱，我要是再主持把这2怀盐业都给了你们家，那背后掺我的折子不得比城墙还高啊！啊！可是如果你立了功，别人就不能说什么，你说呢？对不对？您这么说也是一说法，哎，但是您把古平原牵扯进来什么意思？那若是他赢了，那该当如何？哎，古先生那可是民间小商人的代表啊，若是古先生赢了，那这江南的盐业就不能由你们李家一家说了算，得给江南的商户们留点生机。都让你们家拿走了，让我这做两江总督的没抓挠，也不好吧？大人，我还有一事。如果这海棠是由我李家捐资修建，所有的费用自当由李家全部支付。可古先生这笔钱怎么算呢？啊，那自然是朝廷批准了啊！朝廷批准，怕是等到明年再淹了，这钱也下不来。大人的意思我明白了，属下不敢耽搁，我现在就去南通看看海棠的受损，做个计划，请赐。哎呀，贤侄请，我替两江百姓先行谢过了啊！哎，古先生，我让你走了吗？啊？我要去南通踏勘呢。别找借口，你们俩出了这个门就得骂老子的娘。这修海棠的钱我给你啊，我把在京的房子已经都抵了。咱们不如李家有钱，可是你要记住，你拿的这钱它干净，你也得干干净净的用。这个，李钦说的对，到了明年发水的时候，朝廷的钱也下不来。哎，可是老百姓可等不了啊！一定不负大人所望。你记住，我这个人呐，一辈子愚笨，读书识字总不如人，但是有一样，我走一步是一步，不自欺，不欺人，做一事便成一事。你要是急躁求进，非成大错不可。呀！驾！你是看海棠还是赛马呢？我就是越想越气。那老家伙现在把咱俩当3岁小孩，现在已经开始当众挑拨了。哎，我这么想，我刚才出去了，他肯定又在背后嘀咕我。你没帮我问问他为什么不帮我盐场的事儿？我问了，他说你们家就是趁火打劫。趁火打劫？胡说！商人低价买高价卖，这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儿。我要天天跟他讲仁义，那我喝西北风去。咱们还是看看海棠吧，事儿挺麻烦。哟，顾生，你先给我撂句话，我好安心。你说，我爹把2怀盐场这事儿交给我来办，这是我唯一从家里出来的机会，所以我想啊，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我都得赢，把这事儿办成。你能不能让我一让？哎，谈不上让。我嘛也没做过盐场的生意，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不是3岁小孩子。他想把我们关在一个鸡笼里，但是我们呢不能任由他爽，是吧？那咱就这么说定了，修海棠的高度你让我一让。朝廷规定的标准是3丈3，我在这基础上再高1丈，多次靠。那我替南通的老百姓先谢谢你。
属下古平原，属下江宁候补道李钦。进来吧。九帅，九帅，一到发军饷的时候，我就慌了。二位，这么有闲工夫啊？回九帅，两江总督让我们来南通修海棠，但如今南通十室九空，我们连人手都凑不齐，所以特地前来麻烦九帅，想借点人手。就是我们用您的兵啊，也不白用。石工、木工一天300钱，力工一天150钱，当天干活，当天结算啊，吃住都由工地供应。借兵，你们赶紧把他们带走，要多少有多少。这个好，哎。我正愁欠了兄弟们大半年的饷，他们下边天天闹哗变，想造九爷的反。你们能把他们带走，我8辈祖宗谢谢二位，请。总督大人不是这么说的，他说遇到人手问题就得找您啊。我现在着急拿钱，赶紧要把他们遣散，别在我这儿闹事儿。你们还敢要吗？不是，那您说这应该怎么办呀？这也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要是开工了之后，因为人手不够耽误了工期，那岂不是着急了？别着急呀，老头派你们来找我，办法我自然有。我就说嘛，九帅一定是有妙计的。九帅啊，别耍我们了，赶紧说吧。巡抚衙门那儿押着5、6千破南京城的时候抓的老反贼，这些人管饭就行，钱都免谈。我给你们派2支队伍，在堤塘上看着他们干活。当然啊，军队的钱自然得你们付。这钱是狼山的好石头啊，不见让你真行。既然修了嘛，就给它修好了，争取100年都别塌。哎，我还到西海棠那边看过，李钦大人那一点都不含糊。我跟他打了个赌，比比看谁修得快，谁修得好。哎，你知道吗？等咱这海棠修好了，两淮的盐场那就彻底的是安全无恙了。南通人他知道好歹，你说这米价这一平，这人这全回来了。九帅，我挑了2000多斤重的老贼，全给你押过来了。这下人手够了吧？他们都这样了，怎么干活啊？配了2个火器，怕什么？一会儿把料卸了就是。这要是跑了一个，我可担不起责任。哈！他们有队有营，一个队跑1人，杀全队；一个营跑1队，杀全营。这光天化日的，谁敢呢？开料，这儿，开料！大量话我说完了，丑话我也得说。死了的我不管，可真有人敢往外跑，
你辛苦的就是通敌啊！不敢，九帅放心。你聪明。走。啊，胡先生，您说吧，怎么干？我这有些跌打大夫啊，你看他们受伤的先去治伤，没衣服穿的先去把衣服穿上，吃了饭以后下午开始干活吧。哎，不能真有人跑了吧？跑？跑得过枪嘴吗？哎，好，哎呀，哈哈哈！卑职亲赐两淮盐运使。哎呀！哎呦，财神爷驾到，有失远迎。行客拜做客，这是规矩。请。哎，早就听说李百万捐了个两淮盐运使的职位，我一开始还不信。哎，江宁这个地方鬼比人多，上哪儿发财去？我这个两淮盐运使可不是来享福的。哦，倒要请教了。两淮盐业自古以来都是江南重要的税赋支出，卑职领了皇上的圣谕来整顿盐务，这难道不是题中应有之义吗？两淮哪儿还有盐业啊？贵公子拿来那么些盐田的地契，我看两淮盐场十有八九都归了你李百万的手里了。我看你捐官这个钱亏了，两淮盐业反正都是你的私产嘛。我今天是穿着官衣来的，李百万三个字，总督大人就不要再提了。再说了，我来也是替总督大人解决难题来的。哟，我何难之有啊？您的难题还小吗？南京城像火药桶一样，曾香香的兵可不是朝廷的军队。这10年杀了多少人？哪个是良民？如果他们要是闹起事来，江南又得沦陷。朝廷的哪支军队能够降服得了他们？这是其一。其二，两淮的官员有多长时间没有拿到俸禄？这10年仗打下来，乱发军功啊！总督大人门口站班的军官都是2品大员，他们要是闹起事来，这还得了？南通的海棠失修，南通下面7州县灾民无数，冲毁的道路、房屋无数，官、民、兵均不安。大人还坐在这里稳稳当当的跟我说太平无事。我再说一遍，我来是替大人解忧来的，不是惹麻烦来的。哎呀，你看看，我什么时候说你上这儿来是找麻烦来的？哎，我这儿啊，确实是千疮百孔。哎，南通的海棠失修，贵公子勇挑千钧弹，已经去原地踏勘了，而且还要自家掏腰包修筑，给他报功的折子我都递上去了。你骗得了他，可骗不了我。他不是当官的，报功的折子、受赏，他什么都拿不到。总督大人可劲儿地消耗他的钱，目的就是想把我引出来。我来了。孔夫子说过：“与不能言者言，是为失言；与能言者不言，是为失人。”总督大人，您打算想犯哪条错呀？
哎呀，李呀，哈哈，李百万，还是李百万。好，咱们打开天窗说亮吧。两淮盐场的收入都归你李家，江南一带就没有活力。你好歹高抬贵手，给地方上留下一点。两淮的钱，两淮用。总督大人，就不要从中作梗了。离开京师前，王爷交代过，只要你能保证这个地面3年太平无事，他会想办法把你弄到京师去享福。盐场的事情，不要再参与了。你慢点吃，别咬着手指头。这一天天忙的大忙人也见不着。你有所不知啊，南通的海棠被水冲垮了，整个土地被海水浸了一遍，老百姓啊四处逃荒，哪有饭吃？本来啊，听说你到南通去，我和玉儿还高兴呢，没想到这么大座城，你说会惨成这个样子。那等我收大功的时候啊，我带你们一起去南通转一转，包括旁边的镇江啊、金山寺啊，都去走一走，你就放心吧，娘。那么想出去玩呢？那千里迢迢跟你过来，就换个地方坐着。委屈你了。哥，南通的苏大人来了。哎呦，苏大人，下官，苏大人，苏大人，快请起。有什么事您派人通传，怎么还大老远的亲自过来了？应该的，应该的。那个老二，赶紧把这菜收拾一下啊！给苏大人呢泡杯好茶，切点水果，啊。苏大人，稍安勿躁，带我去更衣。苏大人，苹果、茶，谢谢谢谢，放这儿了。您喘口气啊。我也帮。哥，6个苹果，一口气吃没了。再去拿点点心。啊。久等了，苏大人。跑了有几百里地，累死了。上官见谅。什么上官啊，受不起。不过这南通到江宁也没多远呐，700里从何而来啊？哎呀，跑着四处借粮，今年南通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明白。今年确实是灾祸不断的。不过我既然要答应修这个海棠，就一定会对南通有个交代。属下不才。有件事只能求您了。快请坐。让您见笑了。我这次来呀，主要是想请古先生帮我递个手本。南通自古富庶，如果不是这次闹水灾，海棠崩堤，断不至如此之苦。
现在南通的百姓有不少都卖儿女了。明白。那苏大人接下来具体想怎么做呀？就现在南通这个小城里头，5个省的粮商都到齐了，米价高得很。我的意思是想让总督派个兵，贴个告示，禁止粮商囤积。苏大人啊，我不是做官的，但是做商人呢，我并不外行。你想让总督大人派兵贴告示，第一，总督大人未必肯；第二，那些米商可能拍拍屁股就走人了，米都是他们的，他们定多少价就是多少价，咱们管不着啊。哎呀，属下快让这些人给逼死了！这些大米商，个个都是身家豪阔，我一个小县令，实在得罪不起呀。这样啊，苏大人，今夜呢你就别跑了，留在我这儿。明日一早，我替你去递这个手本，顺便和那5省的粮商都商量商量。老二，点心准备好了没？做好了，谷大哥。我下了一锅白皮面，拍了2根黄瓜，还撕了一只盐水鸭，不知道合不合苏大人的胃口啊？合。苏大人，请。不吃饭可真不行啊！是。听说南通的百姓都开始卖儿女了。是啊。走，哎，你带我去。哎，干什么？你还想拔刀杀2个？这样的人你都不管啊？你就是狗官。哎，你别张口就骂好不好？我又不是官儿，怎么就狗官了？你不是狗官，那你就是奸商。哎，你要说奸商，那帮孙子才是奸商呢。明知道南通的老百姓都快饿死了，还在那囤积居奇，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哎，今夜呢，就让我这个狗官儿，好好的想一想，如何惩治这帮奸商。哎呀，好累啊！你看看吧。哎，按说呢，这苏玉华是个好官，老举人了，混了半天也就混了个县令，10几年的官，就这一身官衣，也送不了礼，也升不上去，对老百姓倒是也好。我呢是不好驳他，可你说他说的是什么话啊？让我派兵去压制米市，这像话吗？人家就是不卖，你前门进去了，人家后门溜了，我用什么罪名来拿人家？你看苏大人这事儿，你要是不管的话，那南通的海棠也没必要再修了。哎，你这是什么话呀？修这个海棠本来就是救民于水火，南通已经易子而死了。您要是不救，等海棠修好了，人都死绝了，还修它做什么呢？是啊，你说的在理，可是真没银子呀。我这，哎，要不然你们2位能不能先……行，你们去告诉苏玉华，没办法。哎，大人，但您真的不能没办法呀。我们在这修海棠，米价若是平准，那一般富户回来，老百姓自然也就回来了。您把这事办妥了，我们才好召集人手，是不是？你们好召集人手，四面八方的都跟我要钱。南通百姓苦，金陵不苦吗？镇江不苦吗？总督大人说，他很快就能想到好办法，让你先回去安抚民众。总督大人，
心悦了我的手本。好，太好了，我这就会。啊！这帮米商业忒狠了，实在不行，咱俩各出一部分钱，把这米买了，赈济南通府。把米买了倒简单，买到何时啊？买到明年吗？整个南通的百姓靠我们养，那你得多有钱。是，这如何是好啊？不过一朝囤积居奇，就想把咱俩给吃了，想的也太简单了。我现在有一招，可以确保必胜，但是得咱俩一块儿干。你还能变戏法把米变出来？哎，你看，以空对空，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我喜欢这。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你现在就算把全身的钱给他们也是无用。首先要把米价降下来，然后才能还这一方太平。奸商可杀，可不是嘛？哎。欢生古平原，李钦前来拜见前辈。是你们二位少爷呀？一位从死囚堆里逃回来的，一位李百万家的败家公子。你说谁败家公子呢？正是我们。还未请教老前辈尊姓大名啊？鄙人姓杨。人送外号杨千万，比你爹多那么一点而已。杨老板，您是商道前辈了，我们尊敬您，还望您高抬贵手，放南通一条活路，把米价往下降一降，我们兄弟俩也好做事。这二位小英雄，我自家的米卖高卖低，轮不到你们俩给我定价了。这两江总督都管不着这事儿啊！你这生意啊，我看做的有点忒丧良心。说谁呢？我知道你京城来的，怎么了不起啊？想和我拼钱拼银子？拼就拼，你这库里有多少米，我就买多少，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这库里面我有5省的米商在我手里，进退我一个人说了算。你买得过来吗？天底下的买卖只要有价，那就不愁买。哦，我等你买。怎么样，小子？你和他一样要和我拼拼？我没钱，我哪有钱买啊？我就一句话。现在我们修海棠需要人手，你若是不降米价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对价，那就得罪无怪了。得罪？动官威我都不怕。知道我背后是谁吗？纯王爷。
谁稀得和你拼后台呀？杨老板，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赌什么？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不但会降，而且会大降特降。好，好。10天之内，只要我不降价，你们俩就输，对吧？对。赌金多少？就这个，朝鲜国进贡的大东珠，一共就2颗，另一颗在皇太后的凤冠上。此宝夜间发光，能辟水而行。姑姑，值不值200万两银子？哎，我该戏演怎么样？挺好，能骗过他就够了。这杨千万，我跟你说，忒气人，拿他当前辈，他自己给脸不要脸。坑这种人的钱，我向来心里是没负担。对付他就得弄得他爪干毛净。你打算怎么干？你打算挣他多少钱？那自然是越多越好。我想啊，他不是叫杨千万吗？咱们就挣他1000万。我先去金陵买米，你到湖南、湖北、安徽这整个一带都跑上一趟，每天招摇过市，就说南通米贵。你李百万的儿子奉了两江总督之命前来收米，但是1粒米都别买。你现在手头能拿出的是多少？咱们凑凑。大概100多万两，够吗？够了。这珠子是李百万那败家儿子的，他不是跟我打赌吗？说咱们10天之内米一定降价，这是他的赌注。只要咱们一旦米不往外卖，怎么就降价了？10天之内，只要1粒米出现在南通城，咱们就把它收过来。我看他怎么逼咱们降价。咱们也让全天下的商人都知道他李百万折在南通城了，折在我手，折在咱们大家伙手上了。